Hello，大家好。今天呢，可能是我2023年最后一个视频了，因为在11月底呢，我买了回国的机票。我会在中国大概待1个月左右，圣诞节之后才回加拿大。那我不太确定自己在中国有没有时间更新视频。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因为我在加拿大。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那4年前，当我离开中国的时候呢，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会在这儿一待就是4年。我本来以为呢，我可能每年都会回中国一次。那我们在中文里呢，有这样一个表达来表示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那就是时间如白驹过隙。那如的意思呢，就是像；白驹呢，就是白色的马；隙就是非常细的那个缝隙。整句话的意思呢，就是时间就像一匹白色的马越过那个缝隙，你还没有看清楚那个马是什么样子的，那个白色的马是长什么样的，它就已经过去了。我们用这个表达呢来形容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前面说到我已经4年没有回国了，那为什么那么长的时间都没有回去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疫情。那你们都知道，在疫情期间呢，就是在 COVID 这个疫情期间，中国有非常严格的入境要求，就比如说我们需要48小时的核酸证明，然后飞机到达中国以后呢，我们需要隔离14天的时间。那48小时的核酸证明呢，我相信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在上飞机之前的48小时，你要去做一个核酸的检测，来证明你自己没有 COVID 的病毒。然后14天的隔离呢是这样子，就是你的飞机到达中国以后呢，你是不可以马上回家的，你需要在中国政府指定的酒店待14天。然后在这个14天里面呢，酒店的工作人员会给你每天都做核酸检测，来看你有没有感染这个病毒。那么14天之后，如果你没有感染病毒，你才可以回家。所以呢，这样的政策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麻烦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选择在疫情期间回国的原因。当然，昂贵的机票价格呢，也阻碍了我回国的步伐。那现在呢，从蒙特利尔到上海没有直飞的航班，不得不转机。那原先呢，从蒙特利尔到上海只需要13个小时左右吧，但是现在呢，你可能得要花上20个小时、28个小时，甚至于36个小时才可以。就看你选择什么样的航线。那因为我不太喜欢折腾，所以呢，我就选择了从蒙特利尔先飞到东京，然后在东京转机。到上海。那回蒙特利尔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先从上海到东京，然后再从东京到蒙特利尔。这样的话，行程呢大概是单程是20小时左右吧。那但是我花了16000多人民币往返的机票。那我记得在4年前呢，我只花了6000多人民币往返的机票，从上海到蒙特利尔往返机票，而且当时还是直飞的。不过不管怎么样，我还是非常高兴，我终于可以回国了。那虽然呢我搬到加拿大生活，但是上海对于我来说永远是我的家，然后也是我最喜欢的城市。
我觉得很多人选择移民呢，就是每个人选择移民都有他的。都有每个人的理由吧。就比如说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呢，就遇到一些和我一样的人，然后他们呢很多都是为了孩子，他们想给孩子一个比较不那么紧张，然后竞争不那么激烈的一个生活环境吧，一个学习环境。我之前呢有做过一个视频，聊过中国的孩子的教育问题，以及非常严重的那个课外补课的问题。那我会把这个视频的链接呢放在这个视频的最后，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了解一下。那在中国呢，就是孩子竞争因为非常非常的激烈，所以除了学校的功课之外呢，大部分的中国孩子在课外都需要上很多很多的课。那所以呢，就是中国的小孩我觉得活得比较的累吧。那父母呢，因为想给孩子一个比较轻松的环境，所以他们把家搬到加拿大，让孩子在加拿大受教育。这是很多我碰到的中国的家长，他们就是移民的一个主要目的吧。不过我待在加拿大久了，我发现呢，就是加拿大华人的孩子还是很卷的。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卷。那卷这个字呢，其实是一个多音字，它在做名词的时候呢，念第四声。比如说我们说试卷，就是考试用的卷子，我们念卷第四声。那卷呢，如果是做动词的话，它是念第三声，卷。那卷的意思呢，就是把东西弯成圆筒形或者是半圆形。那比如说我说把纸卷起来，我们念卷作为一个动词。然后呢其实卷呢也可以做名词的，它的意思就是弯成圆筒形或者半圆形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叫瑞士卷。然后呢，以前在中国肯德基有一个产品叫墨西哥鸡肉卷，它长这样。然后呢，还有比如说我们说那个蛋卷，那蛋卷呢，其实它也是那个圆筒形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蛋卷。扯得有一点远。那刚才我说到，在加拿大的华人家庭的孩子呢，也是很卷的。那在这句话当中，卷呢并不是它原来的意思，它其实呢是一种网络用语，最近非常的流行啊。那它表达的意思呢，就是竞争非常非常的激烈，也有非常非常努力的意思。那孩子非常卷，那个意思就是说孩子之间的竞争呢，是非常的激烈，而且孩子呢也是非常非常努力的。当然了，在这儿如果我用卷的话，那表达的并不是好的意思，并不是正面的意思。那其中的竞争或者他们的努力呢，是超过了正常的程度的，给人有非常大的压力的，并不是健康的。所以我们用卷这个词。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公司非常的卷，那意思就是说职员之间的竞争非常的激烈，然后职员也都非常努力的在工作，当然这也不是好的意思。其实呢，在这儿我发现有很多华人家庭的孩子，他们除了学校的功课之外呢，其实在课外他们也学习非常多的东西，比如说要学习滑雪啦，学习各种语言呐，学习乐器啊，等等等等。这也可能中国家长不管他住在哪儿都有一颗焦虑的心吧。当然了，这也不仅仅限于华人家庭，就比如说我有一个学生，他的
是一个10岁的小女孩，然后她的爸爸呢是爱尔兰人。我发现呢，这个孩子除了我做他的家庭教师之外呢，他还有很多其他的家庭教师，我只是做他的中文老师，然后他还学习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他的爸爸可能是想把他培养成全能型的人才吧。总之我觉得这儿也有孩子活的是比较累的。都说加拿大是一个高福利的国家，那我暂时还没有体会出来，我现在只是感到税收非常的高，然后不过呢，就是我听说，如果在加拿大你有小孩的话呢，可能会有比较好的福利，然后呢，父母也可以享受税收减免。那我们办公室有同事还开过玩笑，他就说，如果在加拿大你没有孩子的话呢，那其实你就是在帮别人养孩子。当然了，这是一句玩笑话，因为一个家庭要培养一个孩子的话，他们的花费是非常非常大的，要远远高于他们的税收减免。那作为我这样一个没有孩子的人来说呢，我来加拿大当然不是为了别人，只是为了我自己。我其实呢就是想要给自己一个不一样的经历吧，然后给自己换一个环境，然后看看别的国家，在别的国家生活会有什么不同。那我现在在加拿大有一个比较大的感受呢，就是我觉得，确实我的压力没有像在上海的时候那么的大。那大家都知道，上海是一个生活节奏非常快的城市，所以呢，在上海生活工作的话呢，确实会有比较大的压力，而且上海的生活成本也非常的高。那现在我觉得就是我的心态呢，要比在上海的时候更加的平和，而且我确实没有这么多的压力。那当然我不知道是因为加拿大的生活确实安逸呢，还是我自己变得成熟了，然后知道如何去面对压力，如何去缓解压力。我不是太清楚到底是哪一个原因。那今年呢，我也完成了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我拿到了加拿大的 PR 卡。那 PR 呢，意思就是永久居民的意思。那在加拿大呢，我们也把 PR 卡叫做枫叶卡。可能是因为加拿大的国旗上面有一个枫叶的图案。就是枫叶也是加拿大的一个标志吧，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枫叶卡。那就是我发现呢，就是拿枫叶卡也并不是我当初想象中的那么难。那从读书到工作，然后到考法语，我觉得我每一步都还算是比较顺利的。可能是因为我运气比较好吧。那当然，我拿到枫叶卡的时候呢，也没有我就是想象中的那么开心吧。就是原先我想，我拿到那张枫叶卡，我一定会很开心的。但是其实也还好了。那有可能是因为那张枫叶卡并不是我来加拿大的唯一的或者是主要的目标吧。我觉得这其实对于我来讲就是给我自己更多一个选择，就是你可以选择生活在加拿大，或者你也可以选择生活在中国，就是多一个选择吧。好了，今天的视频呢没有什么主题，所以我就把它叫做闲聊吧。那当然对于你们来说呢，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听力材料。非常感谢你们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